Hello， 大家好。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事儿，我现在就非常迫切的想跟你们分享，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孩子要睡觉了，我大胖媳妇温蒂他们，我们几个还在这聊天。然后平时仔奥达和拿铁是2个房间，昨天呢拿铁就非臭贱，就是要跟姐姐一个房间睡，然后仔奥达就同意了，俩人就去那个仔奥达的房间了。然后呢，拿铁可能就是有点没有边界感，跑到姐姐的床上让姐姐陪他玩。他姐说：“我困了，我现在要睡觉。”拿铁呢就踹姐姐说：“你陪我玩，我还没困呢。”然后仔奥达就警告了他说：“我要睡觉。”拿铁就耍赖，用小脚没事咣家踢一下，咣家踢一下，就想让他姐别睡，完跟他玩。过了一会儿，仔奥达抱着个小枕头就出来了，跟我说：“妈妈，我要去你房间睡觉。”拿铁让我很生气，我今天决定不再跟他说话了，我要去独自的美丽入睡。然后就去我房间了。过了大概5分钟呢，拿铁抱着个枕头也出来了，2行热泪，他说：“姐姐把我抛弃了，我要去找姐姐，我要跟她说对不起。”然后就冲着我那房间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呢，他确实应该去道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就看着他就往那个房间去了。但是温迪当时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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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冲着拿铁一把薅着他睡衣的领子，就是咔就给提了回来了。No no no，I'm sorry but you don't get to say sorry today, honey。温迪就说：“我很抱歉告诉你，你今天没有资格道歉。甜心，蜂蜜，这是蜂蜜是更准确。”然后我当时有点懵了，我说为啥不让他去道歉呢？然后拿铁说：“我要道歉，我要跟姐姐一起睡。”然后我就认为其他的人肯定是站我，就是俩孩子生气了，那一方要道歉，那另一方听他道歉，本来生气的俩人不就和好了吗？结果大胖媳妇和布莱恩都说：“Sorry dude， 抱歉老兄，滚回自己的屋。”我就在那 Why 为什么不让他进去啊？然后温迪就好好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其实非常有道理。拿铁是明知道自己错了，姐姐都告诉他了，然后他才这么做。如果现在我就说那行你去道歉吧，仔奥达说好的，我原谅你了。俩人又在一个房间睡觉了。对于拿铁的教育来说，他的认知就是我可以明知道这个事儿是错的，然后我还去做。如果这事儿闹大了，我只要道个歉就可以。就这个事儿最差的结果也就是道个歉，这是对于拿铁来讲的一个错误示范。对于仔奥达这边来说，温迪说你看咱们也非常了解仔奥达的性格，她就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小女孩。那如果大晚上的拿铁过去梨花带雨的搁那哭着讲，对不起，那仔奥达大概率会说好吧，我原谅你了。但如果老是这样，对于仔奥达来说，给他错误引导就是别人做了一件错事，可能对我有所伤害，让我不爽了，给我最多的补偿和这个事儿最佳的解决方式也不过是那对方都来道歉了，然后你就这事就过去了。那他的边界感，他的自我意识会逐渐的被磨平。然后温蒂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就是如果拿铁今天进去了，然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那其实仔奥达今天的愤怒和他的抵抗将会失去一切意义，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所以对于2个孩子，他认为都不对。最开始我就是觉得，如果有吵架，如果有矛盾，我的思维惯性就是这个事儿快点和解，其乐融融。所以当拿铁说就我要道歉，我没有特别敏感的意识到那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老道歉，然后道歉老有用，他就一定会做更多需要他道歉的事儿。然后咱们呢，大多数的时候又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对别人道歉需要接受，这样其实实际上是把压力永远给到善良的一方。就比如说我被我老公打了，不是这儿啊，我举个例子，这是磕的。这个情景你们从小应该也听说过不老少吧？然后我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老公带着婆婆一个和事佬就来了，就非常诚恳的言之凿凿的搁那道歉，甚至还有可能下跪啥，永远是那个和事佬。那你给我个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你给我个面子。然后这个事儿一般的走向就是，那就给面子，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和惩罚。为啥老是给人面子？你拿面子干啥？你要炸果子。我们一般说是不会拒绝原谅，不会拒绝原谅的人越多，道歉就越廉价。所以话说回来，我也加入了保安队，就是我们几个给拿铁给拦住了。我说确实，你今天就要尝一下，你犯了错误，你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连获取别人原谅的可能都没有的苦果，回去。然后拿铁一个人回到了房间，然后温蒂做的还是很好的，温蒂还是跟着他进去了，然后抱着他说：“我们都无比的爱你，蜂蜜。只是今天晚上你要承担你该得的惩罚，也就是独自睡在这个小黑屋。奶奶爱你哦，晚安，小蜂蜜。”所以说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你们跟我不一样，反正我单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经常会掉入这种思维，在各种环境里，尤其是家庭环境里，还是以和气，大家都好好的，谁也别不乐意，谁也别吵架，以这个为首要原则。但是当你以这个和气为首要原则的时候，你一定会睁一眼闭一眼，抹掉了很多其他该有的原则，也会忽视掉很多该解决的问题。还是有那种包饺子情怀，就是大家都好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能包上饺子一定是有人委曲求全。张阿铁那天晚上独自在小黑屋里接受了他应有的惩罚，第2天给他姐好好道了个歉。我觉得温蒂做这事儿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孩子想任性就犯错误，之后大不了就道歉，然后一切如旧的路径依赖，做错事儿受惩罚，道歉原谅，这里边权重最大的应该是受惩罚。你忽视了这个步骤，就会进入做错事儿道歉，然后再做错事儿的恶性循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小事儿跟你们说，我是挺喜欢分享小事儿的一个人。俩老外比谁更懂中国文化，到底谁能赢呢？我老公曾经跟这个伊朗的老外撒吧比谁更了解中国文化输了。今天他俩要去参加个婚礼，大胖媳妇想扳回一局。
去婚礼之前呢，沙巴说他虽然非常了解中国文化，但是唯一让他紧张的就是中国人这排辈儿。为了防止出丑，他想去之前让我给他列一下关于排辈儿的知识点，模拟考试一下。还问大胖媳妇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练练？大胖媳妇说我不紧张，排辈儿这个事儿我会。然后马上开始作弊，让我提前给他露点题，他我背一下。我说不用露，你就记住，二姨的丈夫就是二姨夫，老姑的丈夫就是老姑父，把两个称呼连读就行了。背完我露着题，比赛开始了。结果啊，二夫的丈夫叫什么？球球，二狗，真厉害。姥姥的妹妹叫什么？老妹，老妹，姥姥的弟弟是什么？老弟，对，老弟，二哥呀，二哥呀，姑姑的儿子。侄儿，还真完全，我知道，孤儿，孤儿。下午俩人参加了婚礼，沙发借了一套好西装，大胖媳妇则完全不来。我得练习一下新闻贺词。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没有人听你说这个，知道什么？练习就是他们俩。都是有快。哎，在家做饭也要比。大胖媳妇问沙巴会做中国菜吗？沙巴说会。我可以炒，但是我需要找菜谱。我也知道盐要放多少，油要放多少。大胖媳妇告人家，中国菜不是这样做的，做中国菜全凭一种感觉。哎，到多少？不知道，就是一张感觉。这多少？不知道，不是感觉。这是一种气，啥是气啊？这是一种感觉。冒烟了，冒烟了。人沙巴一走，赶紧偷摸把这个薅进去了。小度天天闺蜜机现在可火了，之前就推荐过27英寸类纸屏，大屏追剧过瘾不伤眼，语音操控的解放双手。小度我在，能唱 K， 连上无线麦克风，随处可 party， 音质也不错，能 AI 健身，很多专业健身课程，对小人会同步做动作，还给 AI 纠错2分，等于请了私教又不逼着办卡，多美。晚上俩人逛公园，遇到了打乒乓球的大爷大妈，大妈问沙巴会不会打，沙巴说会。会打乒乓球吗？会打，打得不错吧？挺好的，你也挺喜欢的吧？还可以，我不会玩太好。慢慢学就会了。大胖媳妇开始教人做人了。你不能说你会，他们都好厉害。中国人讲究输钱，是谦虚吧？差不多。你要说你不会，其实我会，我就是不会。啊，那我也不会，我假不会呗。行。他俩先跟大妈打，跟沙巴打的时候，大妈说小伙儿找对象没呢？跟大胖媳妇打的时候，大妈说小伙儿谁找的你呢？谁找的你呢？你这个会啊？咋不会？你说会没？你是真不会，真不会。俩人的比赛呢就进入了白热化，最后在公园就是嗨了，也不比关于中华文化的深刻解读了，就开始疯狂模仿公园的所有人。但是模仿青少年那一趴，真的大胖媳妇要逗死我了。你得换一个脚蹦，你得这样。你得用另外一只脚蹦啊！哎呦我的妈！不，你是脑中风了吗？你得用另外一只脚呀！你是不是又发烧了？是不是又发烧了？我抛弃了老公孩子，自己出去南美玩了一圈，结果现在后果非常惨烈。走之前，老大就跟我说：“妈妈，只要你在家，我的弟弟张阿铁就永远会有一个人懂他的东北话，他就有所依赖。但是如果你走了，他就必须跟我们讲英文。”但是我没想到，我这么一走，会英文的儿子没得到，老公和女儿全栽东北话里头了。我的同事说：“姐，你快看看吧，你们家现在好像几个加拿大傻子掉东北酸菜缸里头了。” If you don't want it, don't bother. 吃饭都吧唧。Okay. Why do you drink milk when you have soup? I like 滚牛屁，还是黏糊口。爸爸，我也想吃黏糊口，黏糊口。最开始吧，张铁的处境真挺艰难的，他孤立无援。别动害，动害是啥？就是借光，借光又是借光就让他起来。哎呀，就是他那个。哎呀，就是让他，就是 away please。张铁越是孤立无援，语言有障碍，他心里就越逆反。他平时东北口音没有那么重，但现在啊，平时不用的那些东北土嗑，我爸我妈用那些词儿，让他全用上了，就故意的。我觉得他哭了。我没事啊，我没哭啊。这啥呀？是妈妈分泌膜的时候弄的，就是哈普的声音。啥是哈普哥？就是你睡觉爱仰瞌睡，张个大嘴。你要是不仰瞌睡呢，你就是哈普子睡，或者你也可以在笼子睡啊。仰瞌正面 ，OK。这东北非遗呀，就莫名其妙也被大胖媳妇学到了，从此见着东北人就显摆。比如打印店老板，一听人老板是东北人，大胖媳妇来劲儿了，是印那张哈普子一张，仰瞌一张，谢谢。
你没事吧？什么玩意儿？20天过去了，就这样慢慢的又快快的，东北话凭借着它高度的趣味性和传染性，开始在我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妈妈，鸡肝就搁那儿呢，就在你后面呢。Hello， 你瞅你大眼睛棱的，啥也看不着。狼这什么意思？他眼睛大大的看着你。妈妈要懒得的，我也懒得的。然后我给大胖婶打电话，我说5一我回家，我带咱全家人出去玩玩，你让我爸别回铁岭，一定给我爸留在咱家，跟咱一起去。大胖婶说这次我会用东北话留住我老丈人。结果他劝我爸这一套，我给我笑疯了。我求求你们看看吧，这跟他们视频我又哭又笑的，但这样也没表情纹，表情纹褶多了会变成顽固纹，跟折纸道理一样。我年头就用修丽可抗皱精华涂抹式抗皱模拟项目，专攻这些纹路，陈年老纹、法令纹这么难办的，我都能看出在变淡。这次大胖婶把最近从扎铁那儿学到的所有东北话，比如抽冷的表示突然之间，冷的表示用大大的眼睛看人，赛脸表示淘气不听话，全部都用上了。小曼说他会来带我们出去旅游，我还有事呢，我可不跟你们去。要这此处大胖媳妇想说，爸爸人会突然变老，所以要现在去旅游。你小篮子老了，你不能动，老了你不能动，你不能玩。什么玩意儿啊？乐着没？我在懒得的看你，懒得的看你。吃点吃，下一步必须一起去。我在懒得看着你，不要塞人。别塞了，听话。臭狼子，懒得，臭狼子，你别跟我进来了，别跟我进来。懒得看着你，滚一边的。